赖清德先是说说首战及终战就是投降主义，接着呢，说马英九空口说白话，不是真和平，我们靠实力才有保障。那马英九办公室是说赖清德3次偷天换日，就是赖清德要说中华民国跟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你说就说嘛，是你自己的讲，他就引前面他说蔡英文、马英九也都讲过，好吧？蔡英文也在某地方讲过，马英九没讲过。马英九什么时候讲过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马英九讲是两岸互不隶属，两岸跟两国是很大的差别。就关键就在这个地方嘛。当你讲两岸的时候，大家都没意见，这是个两岸，海峡两岸。你要说两国，两国论就出来了嘛。那老共就很介意这个事情嘛，对吧？他非常介意，就非要去讲这个东西，让他生气。这很奇怪，他生气对你有什么好呢？你因此得到什么东西？两岸关系因此改善了吗？所以呢，你明明知道，那你讲就讲，你还说是马英九讲的，所以马爸当然火。马英九我怎么讲过两国互不隶属？我讲是两岸互不隶属啊。所以呢，说他认为这赖清德是偷天换日，我觉得赖清德这样不应该。马英九真的没讲过两国互不隶属，你干嘛就一直把马英九话一直塞到他嘴巴里？没有讲过就是没有讲过嘛，而且这是很严重的一件事情嘛，那马英九说这样的话没有办法真正的让两岸和平那另外赖清德就任满1个月了，他说我每天都战战兢兢，现在跟上班跟以前比起来呢，困难很多，唯一比较简单的，以前要爬到4楼，现在爬到3楼，因为总统府的副总统在4楼，总统在3楼办公室，所以就爬到3楼就可以了，就可以了啊。跟来进怎么看？不，他讲说，马英九呢空口说白话啊。但事实上呢，马英九执政那8年期间呢，两岸是真和平哈。马英九执政的8年期间，中共的这个战机呢，并没有穿越海峡中线，然后他的这个军舰呢，也没有到我们的临街区。然后赖清德呢一上来之后呢，他其实现在我们国家现在所面对到的状况呢，是过去这段时间以来从来没有面对过的危险的境地啊！第一个，我们的这个金厦水域的什么禁制水域啊、限制水域呢，已经被大陆呢没收了啊！大陆的海警船来，然后他的军舰也来了哈。但是呢，我方呢其实完全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应对，你只能眼睁睁的看着他一步一步的就把台湾这个海峡呢变为他的这个内海，然后他的这个军舰呢也到以前过去都在海峡中线以东，然后现在到海峡中线以西，然后他的这个共机呢3不5时呢就穿越这个海峡中线哈，然后呢就是家常便饭，然后他这样从这个深夜啊到清晨不断的在这边大陆的军机这边穿来穿去我们对于我们的这空军的战备来讲，真的是疲于奔命我们以前的时候呢，第一次面对到战机共机呢飞越海峡中线，我们还升空。我们现在呢，大概顶多对，是不是？蔡英文还颁个奖给飞行员呢。对，所以果然那时候不幸被赵先严重你说你现在颁，我说你第一次颁奖，第二次我们颁，第二次不颁，就是对，果然就是如此现在已经不知道200次了。对你这应接不暇然后呢，我们现在呢，顶多呢就是就这样跟监雷达这样跟监，你没有办法去因应那样的情势然后他现在呢，这个共机来、共舰来，把这个台湾海峡就是如入家常便饭，而且才刚刚发生了，就是他的核子潜舰呢就浮出来我们的这个水面了。我觉得这真的是非常的电影你这个渔民要钓小管，我给你一个大的潜舰出来给你看，这样。对，我觉得好像那个冷战时期的那种电影，好像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民众呢，在那个外海呢，突然看到这个苏联的一艘这个核子潜舰浮上来那种，这感觉是非常的这个惊悚这个台湾的这个渔民呢，真的是这个非常的处变不惊我如果是那个渔民，我也很兴奋。对但是你想想看他这个的政治讯号是很强的这个陈永康将军讲的当然是对的蓝宁丽将军今天还在联合报写了一篇，就说其他人讲的都是外行话只有这个陈将军讲的是最对的因为他这方面的专家就说呢。他今天呢就是走我们这条这个水道他本来是在南海这边进行他的这个战备的这个训练嘛那他今天为什么走台湾海峡这边，然后不走宫古海峡，不走这个巴士海峡呢？因为他走那边呢，他的声纹都可能很容易被追踪。可是我们要想想看
今天呢，大陆把这个台湾海峡这么高战略的这个核子潜舰，他觉得走这个地方最安全，他就把这个当做他的海域了。那他领海啊。所以啊，我们看赖清德不紧张吗？我们看赖清德怎么讲。赖总统就职满月回复记者提问时，持续强调两岸互不隶属的论述。中华民国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是社会的共识啊。总统的职责就是守护国家主权，维护民主自由的宪政体制，造福国人。没有一个总统是例外的。至于不接受首战及终战，赖总统表示这是展现对保家卫国的决心，但是和平必须要靠实力。感谢拜登政府第15度对台军售，未来台湾会持续增加军事采购。中国并吞台湾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政策，除了用武力以外，近年来更是在运用非传统的胁迫方式，想要逼台湾就范。但台湾不会屈服。赖总统也非常感谢近期 G7 领袖高峰会议的结论，那就是台海和平稳定，才能让全球安全与繁荣。我今天早上就叹了一口气，因为我们那个柯文哲主席今天也开了一个记者会哈，那当然针对副议的部分谈了一些，然后大家媒体都对于他这个赖清德上任1个月以来所做的事情，他的一些回应啦哈。那我听起来就是他讲一句话，我非常认同因为我之前都讲说，这个我们赖清德选的是中华民国总统，所以他看起来比较像民进党的主席，这是上任以来。结果今天柯文哲说，一起新潮流的总统。好，新潮流，就是说，人家新潮流已经解散了啦。对啦，他退出了啊，但是对啊，他做了所有的事情呢，基本上大家从就是他今天就职所看的就他就提出3个委员会，先不要管这3个委员会有没有扩权的部分我请问一下，你一个总统要怎么样让这些事情来做一个相关的一个运作？我刚刚在讲，就是说我发现民进党真的很会用这种口语式的传播，不管对或不对，就重复的讲民主挂在嘴边。他刚刚又讲社会的共识，请问社会的共识是什么呢？是我们希望和平，还是不断的听到说大陆这边有希望可能会用武力来犯台所以我们这个很感谢这个拜登政府卖给我们很多的一个武器所以我觉得这段时间以来啦包含就是说这段时间委员们在这个国会非常辛苦的处理这个国会改革的一个事情但是很让人失望的是，他从1月13号当选总统之后到现在就任1个月其实他的所有的言论其实没有让大家觉得就是说他是全民的总统他是有那个心真的想要好好保护中华民国的人民。你讲，其实我真的去看了一下那个《时代》杂志，因为《时代》杂志它这一次第一次就是以中文来发表文章就是说它主文还是英文，但是它 Q&A 问答的部分它其实用中文呈现。其实在这个中文的内容里面，赖清德并没有提到说马英九说的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他说马英九前总统任内也讲到中华民国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两岸互不隶属。所以他其实并没有去就是把这个马英九的话去做了一个转变实际的内容其实是反映如此。但是我觉得刚刚讲到这个多数的民意，我觉得确实，如果我们看到这个两岸互不隶属，或者是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这个概念，确实是获得多数台湾人民的支持嘛。包括近期就民调显示说，对于说赖清德的这个两岸论述，有74% 的台湾人民是接受跟支持，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强大的民意基础那我觉得重点是在于什么呢？就是确实赖清德讲没错，这并不是他新创的一词这个中华民国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互不隶属的概念，是民进党在1999年的台湾前途决议文的内文就已经有了。当时是蔡英文总统2022年10月国庆演说的时候又再强调了一次，所以这个是长达25年的论述，这并不是赖清德新创出来，而且他讲的，我觉得任何这个民选总统都必须根据民意的事实嘛。那他讲的是多数台湾人可以接受甚至于支持的一句话，所以我觉得重点是说，如果国民党认为这方面是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你就提出一个新的论述，可以获得台湾多数人民接受的嘛。那这个我觉得就是政治就是民主政治。你提出一个更好的论述来，大家讨论，大家可以接受，那或许下一次的总统就是国民党当选。但如果你做不出来的话，每天只讲说这个是台湾人民不喜欢，你们不喜欢，没有办法接受的话，那我觉得这个国家的论述没有办法往前走。
我觉得是这样子啊，双方对立的这么厉害哈。如果民进党政府真的希望双方改善关系，可是你又不容接受9·2共识的话，那一个能干的政府就说：那我提另外一个名词出来，让你中国大陆自己去衡量你该不该接受，或是双方该不该坐下来，针对这样一个新的名词，大家来讨论。问题现在一个问题是你民进党只会否认9·2共识，你却提不出另外一个东西可以来取代9·2共识嘛？问题在这个地方嘛？啊，第二个，其实我比较想讲一件事是，这个民进党批评马英九说首战即终战的这样一个说法，认为这是一种失败主义嘛，是一种投降主义嘛。你知道，我想马英九讲这个是有他一个原因啊，马英九没有这样讲，马英九讲的是说中国的战略是这样，对呀，中国的战略是首战即终战。对，我现在讲一件事，就是说中国大陆对台湾不会轻易用兵，但是他一旦用兵的话，我是觉得他是认为他有求胜，他有获胜的这样一个把握。所以2013年3月的时候，这个譬如说习近平当时已经总书记，而且军委会主席。他在12届全国人大的这个1次会议上，他召见军方的代表就讲啊，说部队这样子，召之即来，来之能战，战之即胜。他就这个概念啊，所以会去提，马英九会讲说不错，他是讲说中共的战略是这样，因为这个有原因嘛，因为习近平的确讲过啊，就是说我不轻易用兵，但是我要用兵的时候，我部队招来就要能够战，战就要能够胜。你除了来这个东西来讲，两岸是最恰当的。我认为习近平，我还再强调一次，我跟很多的朋友们看法不太一样。我不认为习近平会随便决定对台湾用兵，我不认为是这样子。所以习近平这个 Financial Times 里面讲说，这个欧盟的这个主席讲的话，说这个习近平说我不会跳进这个美国挖给我们的这个坑，这个台湾这个坑我不会跳进。我是相信的，我记得我们在这个地方也谈过这样的问题。如果他不会随便跳，但如果他决定跳的话，我认为他就认为他有胜利的把握。我们前面讲说发展核武也是一样啊，他现在看到乌克兰的情形，乌克兰大家都学啊，都从那边截取一段你所喜欢的。我认为中共所截取的那一段是，你看，因为俄罗斯有核武，所以美国可以送武器给乌克兰打仗，但他就不敢派兵进去打仗。所以这个就是习近平，如果一旦他决定对台湾用武的话，他为什么现在要扩张他的核子武力？他就要让你美国不敢进来啊，他就单独来跟你台湾打，然后封锁台湾以后，看你武器怎么进到台湾来。所以我认为马英九的讲法，综合中国大陆自己以前习近平讲过的话，我认为不是没有道理的。就是你民进党如果批评马英九说没有道理的话，你要针对用战术面、战略层面去讲他，而不是只有说他是失败主义，哦，他是这个好像很愚蠢，好像被人家给骗了，这样讲是不好的。就不知道怎么讲了哦，就是说，你做一个总统，你的言行是不是为台湾好，对两岸之间关系能够化解，这是你最重要的考虑，对不对？说民调这个两国互不隶属很高，那当然高嘛，你不用做你不用做民调，我会告诉你高嘛。我现在叫你想做一个民调，老公天天叫飞机来围我们，你赞不赞成？老公坏不坏？80%都反对啊，那怎样？打他？民调治国啊？民调治国，丁廷宇当总统算了。就是说大家都知道。中华民国，我再讲一次，中华民国跟中华民国互不隶属，需要你讲吗？中华民国、中华人民国，大家都知道互不隶属嘛。中华民国多少年以前，比中华人民国早成立38年嘛，当然不隶属，我怎么会隶属你呢？但你需要每天挂在嘴里讲吗？你需要吗？你这样讲对两岸之间有好处吗？对中华民国有好处吗？还只是增加你自己的政治资本而已呢？就你做一个领袖，我常常想，你要自己想说，我的言行怎么样对国家是最好的。那另外固然不错，刚刚一强说25年前民进党就放在他党纲，那是放你党里面啊，不是放在国里面啊，那是不一样的。民进党党纲，他台独党纲，他是台独党纲，他能变成一个台独国吗？把中华民国变成台独国吗？
你已经当成总统，你就不是民进党的总统，你不是新潮流的总统，你是整个中华民国的总统。你要知道你这一点，你这点不知道，每天还好像在搞党派斗争，还搞那个东西，你有什么资格当总统？休息再回来。好吧，到底是巧合不是巧合？核三厂的1号机刚要降转，所以慢慢要它停机了，所以每天少1%、少1%、少1%、少1%发电量。昨天那颗就跳电了，600多家，吓死了哦！大家就担心，现在 AI 还没搞呢，你就要跳电了哦。那昨天呢，一方面这也很矛盾，一方面呢，核电降载主机了发电机，但它的柴油机组。因为核电厂里面它也有柴油机组它的柴油机组有的时候预备的时候呢，它也可以发电让核电的机器用的柴油机组，还有昨天的水库发电通通上阵，就比如昨天用电还蛮紧张的通通上阵那另外呢，这个卓荣泰否认核电是紧急能源选项，我记得赖清德选举时有说过核电是紧急能源选项，它紧急的时候可以使用，当然。赖清德讲这话也是没有道理的，乱讲一通因为你核电要能够继续用，不是说用就用它要法律要修改核电厂本身是要检查每个设备都没问题，就像说我们怕缺电，所以我们电台都会有一个紧急发电机，平常都要演练的，不是说我平常都摆那个不用，今天突然台电没电了，来发电机起来，怎么起来啊？对不对？所以呢，你平常就要它第一个它必须要是好的嘛，那它必须是能用的嘛。所以不是说我摆那个地方紧急拿用就来用所以赖清德是讲我就讲乱讲一通，但是不管怎样，至少赖清德讲过说必要的时候还要用，但是呢，这卓荣泰已经全部把它否定了王世坚说郭智慧叫做自走炮了那他们现在又说如果要恢复核电的话，有3个前提，第一个呢，核废料要处理，核能安全要保障，社会要有共识核废料去出来就把你僵死了，全世界现在几乎都不能处理，都放在核电厂下面，包括美国也都放在核电厂下面，预备以后去处理反正就先摆在这个地方那另外呢，这个林柏峰说童子贤，因为这个赖清德搞了一个什么3个委员会一个叫气候变迁，找了童子贤去当副召集人，林柏峰说不要像经济部长那样受牵制去了个半天以后呢，也做不了，原来想做也做不成那另外呢，这个国际原子能总署的署长说，如果不能用核电的话呢，2050年全世界是没有办法实行脱碳，本来就是这样没有用核电绝对做不到。现在说做得到都是骗人的。我们看一下。我们尊重这个立法院的这个决定。依据尊重立法院，因为国民党提案的核电研议法案本会期有可能不修订，但不愿排案的可是国民党自家招委。如果这个会期是没有办法能够顺利通过的话，我们还是会去争取在下个会期能够排案来审查。4月，王宏威就和其他国民党立委共同提出，但国民党招委认为，既然经济部长郭智慧说不缺电，就不需要帮绿营解套。如果民进党真的是要来对这个核能做一个演绎，它其实不需要透过这样的一个法，它一个行政命令它就可以做到的。经济部的位阶已经高于这个核安会太多了，所以它只是一个借口而已。只不过18号中午，内湖科技园区就无预警跳电，正逢核3厂1号机逐步递减运转。郭智慧再强调，跳电不是缺电，而他刚上任时才对核3厂研议议题采开放态度，还说如果说法通过，经安全检查并测试过关，核2、核3有机会延役20、30年。但传出经过一场和执政党立委们的饭局，被当场指导，改说非核家园是没有改变的目标。所以你现在回答我的是说核电已经不是选项了。如果经过了安全检查，它还是一个可以用的话，那也许是一个选项。但目前这个程序无法开始啊。大家好，
我想这个郭志辉担任部长之前，大家对他本来有点期待，毕竟他是业界去的，所以在到底想说，本来郭志辉到底是要影响民进党政府，还是民进党政府现在影响了郭志辉？因为其实大家前段时间大家就封 AI 嘛，看到这个黄仁勋来台湾，大家都非常的开心，然后觉得说好像台湾即将成为这个世界 AI 的重镇。但是他临走前也讲了一件事情，就是这个电的问题如果没有解决，那基本上你 AI 就没有办法去做发展，因为 AI 这个产业它就是高耗电的产业。包含说我们现在在强调台积电啊，所谓的这些细盾这些产业，全部都是高耗电的产业。那结果我们的能源就出现问题。那的确在现阶段来讲，你可以说不缺电，但不缺电代价是什么呢？不缺电代价你就是马上开启这个备用的这种柴油机组，然后水力发电。那现在刚好今天有下雨，那我今天没下雨怎么办？所以说它不缺电，我觉得经济部长也要讲清楚说，那你不缺电的代价是什么？是不是用更多的火力发电，用更多的水力发电，那导致我的能源不稳定？因为其实包括欧洲各新兴国家在内，我也常常在好奇说，到底台湾有什么黑科技，有什么就是领先全球的黑科技？说在全世界先进国家都在使用核电的时候，我们可以不用使用，可以把它排除在外。那另外还有讲说，这个事情就是现在虽然不缺电，但是你用大量这种不管是火力的发电，不管是用这个柴油也好，还是用这个煤炭也好，还是用天然气也好。这些发电它有很高的碳足迹，但我们的这么多企业以后都要出口，那你会不会受制于说我们碳足迹过高，包含说碳税也好，或是其他的相关规范，你根本没有办法符合的时候，我也想问说，那请问一下我国的经济要怎么办？那再还有一个提到这个赖清德现在弄了这个所谓的这个国家气候变迁委员会，其实所谓气候变迁会又回到核心问题，还是讲到碳排放的问题嘛？那如果你碳排放的比例这么高，那我想问一下，我的气候变迁委员会，你到底是要增加更多的碳，还是减少更多的碳？那理论上来讲，应该是要减少更多的碳吧？那你要减少更多的碳，那我们这些产业的发电能源到底来自于哪里？这件事情，我觉得经济部不能打哈哈的又混过去，因为其实我觉得现在已经面临着很严重的问题，连内科都停电。我也很好奇，以前大家都讲说科学园区这种特殊的地方，像内科、竹科这个科学园区，理论上它应该是有单独的馈线的，它不应该是跟着大家协分停电的。结果连内科都会停电，那我想请问一下，连这么重要的经济重镇都会停电的时候，台湾还有哪里不会停电？美丽。他没有说那是停电，他说那叫跳电还是什么缺电嘛？就是在那个名词上面啊，不愿意面对问题。我常常对他们说，当你们不愿意面对问题的时候，怎么去解决问题啊？那我想黄仁勋来台湾以后，兴起一个这个 AI 的浪潮。那但我们知道，其实 AI 真的是非常非常的需要电啊。这有一个数据哦，根据资料显示，如果你要去训练那个 ChatGPT 的这个模型，一个月要消耗掉600万度的电，所以它是非常耗电的哦。那经济部的能源署自己有一个报告，它也指出，2002年到2028年，2022年到2028年，整个电力需求的成长率平均是2.4哦。不过它这个2.4其实不含，它只有算这个电动车啦，还有这个半导体的产业，它没有把这个 AI 算进去哦。如果我们把这个 AI 的用电需求算进去，它整个这个成长率会来到多少？25.5%到33%。所以其实我们如果持续的啦，一直抱着这个非核家园的神主牌，而不去正视这个缺电的问题，只是说哎呀跳电啦，然后各种奇奇怪怪的理由出来，不肯正视这个问题哦。我想这个缺电的问题，迟早有一天会整个爆出来的时候，那是非常可怕的哦。那而且我们来看，其实核3厂的1号机哦，在今年的7月份这个营运的这个执照要到期，那2号机是明年5月就要到期。那你知道核电我们整个一年的发电总量是178.02亿度电呐，其实非常的大。那到明年5月的时候，等于它的意思就是要整个归零了。那这么大的缺口怎么补啊？那刚刚建豪有讲说，现在听起来大概就是燃煤啦，然后这个所谓的再生能源啦，或者虚无缥缈的什么绿氢绿电啦等等啦哦。那可是呢，我们要讲说，如果还要继续去使用这种燃煤啦、燃气啦，这摆明其实就是叫民众用废发电嘛，所以今天回过头来讲到这个郭志辉，其实我在这个咨询那个我们关于那个 SRF 的时候，跟他在总咨询者有交手过。我其实那一天对他寄予无限的同情，因为我觉得他就是这样子欲言又止，想说不敢说，然后呢，真的要说又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哦。那我觉得他其实是一个好的、很专业的这经济的这个专家，但是呢，现在开始练习着要说民进党的这个语言，然后去执行民进党的这个政策跟意志哦。我觉得真是比较可惜一点啦哦。其实这个有点像我回头讲一下那个顾立雄，最近呢，大家提到那个顾立雄的时候啊，只要有任何的这个跟这个国防啊相关啊军事的这个议题出来的时候，顾立雄常常的回答大家听一下，就是我有掌握，我们有掌握，但是呢，我不宜透露，我要保留这有机密这样哈。
我相信，我非常相信国防的事情有很多是不宜随便透露的。但是我更害怕的是，刚刚晚会讲的，他如果沦为一个只是在采购国防这个合约上面的一个这个律师的这个国防部长，那是很可怕一件事情耶。千万不要去拿就是不宜透露啦，是机密啦，去遮掩其实你的这个可能不专业，或者是你的还在状况外，那才是真正的可怕。休息一下再回来。